一位不受欢迎的现总统，一位丑闻缠身的反对派领导，再加上2位前法务部长，这4人便是如今影响韩国政治格局的关键人物。不过，在广大韩国民众眼里，这4人恐怕皆是难堪大任，纯属是矮子里选将军，已没有更好的人选。自尹锡悦上台的那一刻起，他便是一个跛脚总统。他所属的党派国民力量党在国会中并不是占据席位最多的党派，相反，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始终是最大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党领袖李在明总是为尹锡悦制造各种麻烦，例如通过绝食来抵制尹锡悦的暴政，再例如通过国会颁布法案，企图调查韩国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一案。不过，在韩国，任期内的总统基本是无敌的，手段强硬的尹锡悦通过行使总统的一票否决权，可以扫清一切对自己、对家人不利的法案。然而，频繁使用总统特权，也让尹锡悦深陷独裁者的舆论风波。韩国百姓也对尹锡悦感到极度失望，外交混乱，通胀严重，生育率滑坡，国民撕裂，政客极端对立。反对党在大选中力压执政党，在300个国会席位中豪取175个席位。一贯强硬的尹锡悦面对选民的唾弃与谩骂，他只能谦卑地表示将会放低姿态，努力改善民生。那么，如此异常并且风雨飘摇的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韩国目前正在面临严重的民生危机。根据韩联社的报道，4月10日，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投票在全国254个选区的14259个投票站同时开启。本次选举登记选民约4428万人，其中近1400万人已参加4月5日至6日的事前投票，事前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 31.28%。为什么这么多韩国民众急着投票呢？他们的目的之一便是审判尹锡悦。韩国的这场大选是在民众的极端不满中进行的。自尹锡悦上台后，韩国的经济持续萎靡不振，民众的生活越发艰难。韩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3月，韩国市场水果价格上涨 40.3%， 尤其是苹果和梨价格飞涨，涨幅均创新高。蔬菜类价格上涨 10.9%， 其中西红柿和葱的价格出现大幅攀升，尤其是大葱。一提起大葱，许多韩国民众都对尹锡悦感到十分恼火。此前，尹锡悦在一家超市视察民情时，他拿起了一捆售价为875韩元的大葱，称这个售价是合理的。但实际上，这捆大葱是一款特价打折商品，其实际售价高达3000至4000韩元。有些事情你不提就罢了，但倘若你提起来，你还说错了，这就是火上浇油，会让民众的怒火烧得更旺。反对党也趁势抓住机会，大肆抨击尹锡悦不顾百姓疾苦，还利用大葱搞出一些艺术品用来讽刺执政党。其次是芯片危机。前30年，韩国用储存芯片统治世界，而未来30年，韩国将用 AI 芯片续写半导体传奇，这是尹锡悦为韩国人民立下的目标。2027年之前，韩国将斥资9.4万亿韩元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除此之外，还要创立一个独立的价值为1.4万亿韩元的基金，专门用于培育人工智能半导体公司。尹锡悦表示，目前半导体的竞争已经演变成工业战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半导体产业是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重要基础，所以韩国必须保持尖端半导体芯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尹锡悦为韩国人设立了一个目标，在2030年成为包括芯片在内的人工智能技术排名前3的国家，并在全球系统半导体市场中占据 10% 或更多的份额。韩国人的野心一向很大，但他们内心的焦虑感也很强烈。中美日都在加强本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就是说，韩国本来的买家准备单干。一旦韩国失去了半导体的出口市场，韩国的经济将会遭受重创。最后还有生育危机、货币贬值以及严重的政治割裂问题。高通胀、高汇率、高物价，在3高的压迫下，韩国社会的撕裂程度也在不断加剧。党与党之间互相抹黑抨击，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也互撕开喷。整个晋西北，而不整个韩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反对党高呼要调查总统夫人，要审判尹锡悦，而执政党也一心要将反对党领袖李在明抓捕归案。韩国第3大祖国革新党的领袖曹国也与尹锡悦有着深仇大恨，意图报复尹锡悦昔日的打压。韩国舆论指出，韩国此前的国会大选已经不同于往日，是党派领袖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完全没有政见的街头选举。双方都是为了得票而进行的选举，没有对接下来的政策进行说明解释，也没有对韩国未来内政外交政策的展望，有的只是相互诽谤的朝野特权阶层的权力斗争。韩国内部政治已经是风雨飘摇。
在外交上，韩国的处境同样岌岌可危。尹锡悦的执政特点是狠辣，是立场明确，对亲兄弟强硬，对世仇和解。他积极搭建美日韩同盟，其一边倒的政策激化了韩国与邻国的矛盾，汉朝更是步入了激烈的对峙。韩国民众对激化的外部环境感到不安，对尹锡悦的信任度大大降低。比较有意思的是，由于李在明也深陷房地产的贪腐丑闻，故而对于厌倦两大政党的选民而言，转而支持第三党是最合理的选择。于是由前法务部长曹国成立的祖国革新党在此次大选中大放异彩，一举拿下12个国会席位，成为下届总统竞选的有力争夺者。要知道，曹国可是恨透了尹锡悦，他的崛起以及李在明在选举中的大胜，势必会对尹锡悦的施政带来极大的阻碍。首先让尹锡悦成为跛脚鸭，然后成为死脚鸭，这是反对党领袖李在明在竞选时放出的狠话。而根据目前的大选形势来看，李在明兴许真的有这个能力。共同民主党以及其附属党派总计拿下了300个国会席位中的175个，而执政党仅仅占据了108席，朝小野大的局面将继续维持。不过值得尹锡悦庆幸的是，执政党勉强守住了100席的底线，即反对党未能获得超过2/3的席位，否则反对党便可弹劾乃至罢免总统。事实上，韩国这种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并不是首次出现，但自1987年以来，尹锡悦却是唯一一个在5年任期内都将处于朝小野大的总统。由此可见，尹锡悦任内的韩国经济以及民生状态是多么的差劲。没有民意的支持，他企图推动的一些法案政策也将得到极大的阻挠。首先是投资税改革，在韩国，投资收入一旦超过5000万韩元，便将收取20%的投资税收。而其他形式的金融业收入只要超过250万韩元，同样也要纳税。尹锡悦原计划于2025年1月推出新的投资税收法案，新的法案将会直接取消或者降低投资税，用于振奋股民的情绪，并且吸引投资。不过，反对党一直对这项政策不感冒，鉴于两党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之深，甚至会出现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局面，即哪怕尹锡悦颁布的政策是有效的、可行的，反对党也要反对。这显然会加大韩国的割裂程度，韩国老百姓的生活兴许也将变得更加艰难。尹锡悦的执政风格是不妥协、好动，以清正廉明的检察官形象登上了韩国政坛。但自2022年当选以来，尹锡悦收到了大量来自民众的批判。一是他加强美日韩同盟的政策伤害了民族感情，且不说2战时期日军的铁蹄践踏了南朝鲜的人民，光是目前日本仍然与韩国有着不可调节的利益冲突。在日本政府的外交蓝皮书中，在描述到南朝鲜的独岛时，日本政府重申了之前的说法，即根据历史事实与国际法，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韩国对日本的这一行为表示了严厉的谴责，表示将对独岛行使坚定的领土主权，并将坚决严厉地回应任何对独岛的无理要求。日韩政府各执一词，双方人员在独岛也是摩擦不断。所以尹锡悦在这个节骨眼上的亲日行为，怎能不让韩国民众感到寒心呢？领土本来就不大了，对不对？二是对朝鲜采取严厉的敌对措施，增加了韩国的战争风险。3月19日，平壤表示，他们已经测试了一种用于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的多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朝鲜军事力量的攀升让韩国民众感到不安。三是对民众的抗议采取了无情的镇压措施，使用总统特权拒绝对其夫人的奥迪包贿赂一案进行调查，对医生群体的抗议盲目的采用强硬措施进行镇压。这些充满独裁的统治行为使民众对尹锡悦的廉洁形象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四是对敌对党派进行了清算，包括前法务部长曹国、现任反对党领袖李在明都因涉嫌贪污腐败而遭到指控。曹国的遭遇更是凄惨，不仅其本人获刑，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全都被调查。在上任之初，尹锡悦也承诺将会与反对党领导人进行磋商，但实际上他拒绝与李在明会面，藐视甚至无视反对党的声音，对反对党进行打压、排挤、牵制，加剧两大阵营间对立对抗。若非在此次国会大选中，李在明所在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大胜，恐怕尹锡悦要在第一时间将其送进监狱。尹锡悦强硬的执政风格惹得民怨四起，也惹得反对党拼死也要将其拉下政坛。如果想要全身而退，这位检察官出身的政客恐怕需要保持谦卑。在国会大选失败后，尹锡悦也表示他将会履行承诺，尽快的与反对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努力倾听民意。但令李在明感到担忧的是，尹的行为似乎与他的承诺不符，仍然一意孤行，仍然忽视反对党的声音。俗话说，刚则易断，一把利刃可以刺向毫无防备的李在明，可下一把利刃又将刺向谁的脖颈？唯有妥协，兴许才能在卸任后全身而退。